公教人员苦不堪言。在8年抗战中，有钱的人皆由囤货发财，没有钱的人凭2条腿靠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。最苦恼的就是公教人员，既没有钱囤货，更不能凭2条腿去跑单帮，教书的人还是教书，过着清苦不堪的生活。公教人员起初为租界当局当差，后来为日本人做事，他们的薪级都有定额，币制发生动摇之后，虽也一次次加薪，但是所得永远追不上物价，其情形也和为人师表的教员差不多。从前教育界中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，安贫乐道，可是到了这时，穿的衣服都已破破烂烂，几乎不堪入目。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济南大学任教，济南大学是在上海郊外的真如镇，当时火车班次少，乘客多，所以挤迫不堪，每天到学校去，既不能步行，又搭不起火车，只好把上海的居处顶出或退租，另在真如镇学校附近分租一间农舍居住，几乎个个都成了乡下人。从前上海工部局办的几间学校，如育才公学、华同公学等，教员的待遇最好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也都度着艰苦的生活。至于公务员，小部分的人可以对外百般敲诈捞钱，但是大部分公务人员不会转业，残酷的情况也是笔墨难以形容。日本军队意闹反战，在8年抗战中，老幼相聚，无非是谈论个人所得的消息，初听总认为是谣言的成分居多，到后来多数谣言却证实是确有其事的。有一个最大的谣言说，中美2国将合作反攻，目的地是上海，美国空军负责轰炸，中国陆军由川沙、南汇、浦东3路攻入上海。这个谣言说的煞有介事，信的人果然有，不信的人也不少，但是这个谣言一天紧似一天，所以我特地到青浦朱家角乡间去租订一间房屋。后来因为广岛的1颗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，重庆来的人以及淳安来的人相遇之下，总是说上海人有福，反攻大计早已决定，以上海为第一个目标，足见当时的谣言是准确的。回过来说，抗战到了第7年，一天我诊病僵了的时候，外边递进来一张名片，上面3个字写着于达夫。我想不起这是谁，但是此人既已来到，只能接见。一见之下，面熟得很。我问他有何见教，这位于军说，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说，来往的人多，真是想不起来。他说，7年之前，你到齐齐路、金岳阳路自然科学研究所来搜集中药材的时候，对日本人传译的人就是我。经他这样一讲，我倒记起来了，当时却有一个人既能说上海话，又能说国语，还讲得一口很流利的日本话。我看他一身西装旧得不像样，照我初时的想法，来意无非是借钱，所以我就说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因为我诊屋已毕，今晚约了几个朋友在别处吃饭，所以你不必说客气话。那位于军说，我有重要的事，至少要和你谈1点钟。我说也好。于达夫就说，你住的2楼很大，能不能借一间房给我做容身之所？我说不行，现在实在已无余屋可以借给你。接着他又说，你既不借给我，如果我们已经租到了楼宇，你肯不肯替我做一个保人？我想这也是麻烦的事，俗语所谓若要好，不做中，不做保。何况
这时房屋都住得满坑满谷。我就对他说，只要你租得到，是用不着保人的。他说，老实告诉你，我已经租到真如济南大学堂一座宿舍，租金已经条论，他们坚决要有一个保人。我朋友不多，想来想去想到了你。当时我就怀疑起来，这位朋友极像一名公教人员，服装也不富丽，怎会有金条租屋？因此我始终没有答应为他做保，他还苦苦地要求，我断然拒绝。第二天，于达夫又来了，还是讲这件事。我百般盘问，我说，你一个人为什么要租这么大的宿舍，而且每月要付出这么多的黄金？你的财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迫不得已说出，这个宿舍并不是我租的，因为齐齐路自然科学研究所历年搜集到的资料十分名贵，他们日本人要我向中国人租借一个叫秘密的场所，我也要在市中心区租一间房间，所以向你来情商一榻之地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成员演出反战话剧前哨，我心中一忖，日本人必然得到情报，中美两国却有反攻的真实性，所以他们正准备做万一之用，那么反攻一说的可能性显得很大。我想这个于达夫在日本人那边一定职位很高，为了探听他们的消息，就预备下3道家常菜，1瓶高粱酒，留他共膳，想详细谈谈，获得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。那个于达夫3杯落肚就现出原形，又唱歌又流泪，真所谓狂歌当泣，原来的学者风度完全消失，竟然一面挥泪一面说他曾经在前方当军医。我就点穿他，日本人绝不会用中国人当军医。他最后吐露真情说，我本来是日本人，因为一向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，所以学的都是中文，甚至一切举止都是学中国人。日本军队中也有反战分子，而且数量很多，大多数的反战分子都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。我也是反战的一份子，因为他们抓不到证据，仍让我回自然科学研究所做职员。现在日本人对外联络都由我负责，这时日本人对中国老百姓有很大的隔膜，目下要秘密做这件事，不得不由我出场。陈医生，你如答应我的要求，索性由你出面租借济南大学宿舍，因为济南大学经费不济，已成停顿状态。你不但能够一下子得到几十条黄金，如果将来日本战败的话，这些资料可以归你所有。我听到他这番话，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，将来会有很大麻烦，说不定还要遭到杀身之祸。我很镇定地再添1瓶高粱酒，爽性让他饮到酩酊大醉。于达夫果然中了我的计，一边饮一边大发起反战言论。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他说出，日本军队采取的是杀人的战略，到一处杀一处，太平天国不能成功，也是杀人过多所致。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熟得很，我对他很佩服。最后他饮得如玉山颓倒，在我客厅沙发上睡了一晚，到了次晨向我招呼，我看他把昨晚所说的话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早晨我同他共进早餐，他宿醉未醒，只呷了一碗豆浆就走，临走时还问我，陈医生，你究竟肯不肯帮忙？我说，将来再说吧。他知道我连水都泼不进，也只好垂头丧气而去。